你可能很难想象，我们一点点不一样拍手术能拍到什么。之前我们拍过割包皮，拍过肠镜，拍过胃镜，今天我们拍的是什么手术呢？痔疮手术。在你的人生中，你或多或少会遇到这个伙伴痔疮。那你得了痔疮该怎么办？所谓的时男时痔，时女时痔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治疗？如果要手术，你会面对什么？那这一次，我们带上了我们公司的志愿者飞龙，来到了浙大医院良渚分院，帮他解决这个困扰了他6、7年的问题。也许你也可以学到一些知识。然后会有什么难受的感觉吗？就我是还好，我不痛不痒，只是会脱肛而已。就是比如说，就是正常人的 asshole， 然后你这个血就从里面出来嘛，这是肠子，然后它释放血，然后里面掉出来。但是我的呢，肠子是会出来。那你要把它塞回去吗？用手塞回去。What the Every single time 都要用手塞。每次。根据你的描述的话，你可能要么是痔疮啊，要么就是直肠息肉。到后面的话，要给你进行一系列的体检，好不好？可想而知，飞龙的痔疮确实令他有点棘手了。那在孙毅主任老练的指检诊断之后，他表示这痔疮得切。那在飞龙屁股里面，内痔、外痔、混合痔这一家子都有，并且内痔还脱出了，所以飞龙马上就被安排了住院。那如果你和飞龙一样需要进行痔疮手术，那在手术之前你会需要进食和进水，毕竟你不想医生在手术台上看见你的那个啪啪，对吧？以及需要做这些常规的术前检查。但是还有一个特殊一点的检查，叫做肛门 B 超。那正如你所看见的，这个 B 超和你平时见到的是不太一样的，它是棒状的，需要进入你的肛门里面来精准的检查肛周、直肠还有周围组织的情况。那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不是的，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，你可能听说过，叫做灌肠。那护士会把肥皂水通过管子注入你的肠道里，你会感觉到下半身暖暖的。随着注入的液体越来越多，你可能憋不住了。那这时候一定要听护士的话，把屁股夹紧夹住，不要松懈。哦，这感觉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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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它还在流。哇，我感觉我在用屁股小便。那为了下消化道的洁净，这样的灌肠你需要经历2次。那接着被掏空的你，只需要等待手术正式开始。那在正式手术开始前，我坦诚的说，我们这次的画面确实不适合让你直接看到，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，让你沉浸式的了解这个手术，得到完整的信息。那如果你对这个手术画面感到不适的话，现在是你退出的最后机会，也是最好的机会。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。我必须要记录下这个时刻。我们的勇士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手术，我都不确定是不是全国第一个自媒体搞这个，但是我们来了，在这里。对您来说，这是不是不算最严重？这个算小手术，它只是一个花瓣，小花瓣。哦，小花瓣。对。和以往我们拍摄的手术不同的是，飞龙这次的麻醉采用的是腰麻，麻醉医生会在飞龙的腰部注射麻药，这看着非常的恐怖，但是还好飞龙看不见。那这样的麻醉方式可以麻痹飞龙的下半身，但他的头脑依然可以保持清醒，甚至可以和我谈笑风生。哦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痛，就是刚进去的那一下会很疼，但是后面的话就还好。你那边没有感觉吗？没有了，你不见了？没有了。I lose my ass， 我感受到了，你的屁股不见了，屁股也不见了，屁股也没了，屁股也没了。那等到飞龙的下半身消失了，医生会帮他翻个面，让他屁股朝天趴着来进行手术。你们没有听最近很火的那个说唱吗？你说，我终究没能摆脱石男救治，医生对我肛门疯狂摆弄手势，兄弟发来慰问，希望人有事。和你的痔疮说再见吧。再见了，所有的痔疮，看在我卖屁股的份上，一夜3连。谢谢你。那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正式开始手术。医生会用胶条把飞龙的屁股掰开，固定好，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视野。接着进行一个完完全全的消毒，然后铺上多层的无菌布。那因为打了麻醉，飞龙的局部肌肉都松弛了下来。孙主任再次进行检查之后，发现了更多的痔疮。那这时候就需要孙主任来逐个击破。那首先，这种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肥大肛乳头，孙主任会使用电刀直接给它烫掉。那接着是这颗最大的内痔，孙主任会先使用肛门镜塞入飞龙体内，让这颗内痔完全暴露出来，然后掏出这种叫做痔疮套扎吻合器的器械，深入飞龙的体内，吸住它的内痔，接着转动旋钮，让头部的线圈慢慢收紧，直到把这颗内痔完全给套紧。看到一颗，哦，套住了，好大一颗，大概有多大？
就是有我大拇指这么大啊。那这颗被套住的巨大内痔之后会因为缺血，然后慢慢的坏死。那在某次你畅快蹲厕的时候，会跟着你的便便一起出去。那接着要处理的就这些小了一些的内痔和混合痔了。孙主任依旧是使用电刀把这些痔疮小心的分割下来。你可以看到飞龙的屁股会飘起袅袅炊烟。那不得不说，我在现场闻吧，还是挺香的。飞龙，你的菊花在冒出火花。哦，谢，屁股喷火了。哦。你能感觉到吗，飞龙？感觉不到，但我听到这个声音有一点心悸，然后偶尔会感觉我的肌肉抽动了几下，感觉是被电的缘故。但是如果碰到这种因为静脉曲张形成的痔疮，那就需要小心了。除了使用电刀之外，最后连接的部分需要用手术剪把它给剪掉。最后一段为什么不用电刀直接烫掉呢？那里都是血管，你烫掉你就闯祸了。这个是血流不止，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我就把你扯出来了，你一烫掉就缩回去了。我们把它摘掉，然后为了牢固点，我们再缝一针。飞龙，现在他在帮你缝合了。哦，已经在缝合了吗？你下面已经少了好几块肉了。那我的肛门不是更松弛了？这个，你的肛门不会松弛，你的肛门的话只会更紧致。对，疤痕黏连的话可能会更紧。那说真的，肉眼看到同事的痔疮被一颗颗摘除，还是挺令人起鸡皮疙瘩的。但是同时，我更佩服医生精湛的医术，能在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做这么多复杂的操作。而你看到这些几种切除痔疮的方式，就是主流手术的方式。医生会根据你的痔疮的情况来进行对应的操作。在经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的辛苦劳作之后，这飞龙终于和他陪伴了6、7年的痔疮兄弟告别了。那当然，这些痔疮你不能带回家，他们需要被送去进行病理检查。要知道，痔疮也有可能会引发癌症，所以严重的一些人可能需要把整个肛门都切掉，那会非常的难过。但是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小的。那飞龙身上这么多痔疮是怎么来的呢？什么样的痔疮需要进行治疗？如果你有的话，该怎么办？痔疮它其实2个理论啊，一个说呢旁边东西太多了以后往下掉，一个呢说里面的静脉曲张以后往下掉。我们对有症状的痔疮才会进行医学上的干预，拖出来卡牢了、疼痛了、出血了，我们要给它处理。没有这个症状的，只是有点难过，保守吧。我们也在劝病人，你的痔疮再养养吧，再说吧。再养养。您见过最严重的大概是什么样的？最严重的全拖出来了，里面的痔疮全部拖到外面，这么一朵花一样的，5瓣6瓣的花一样的，梅花一样的，我们叫千吨痔，古时候也叫梅花痔，这个很形象。那刚做完手术的飞龙明显已经燃尽了，几乎1天没有进食的他，要等到6个小时麻醉退去，才可以吃上这么一点点淡淡的白粥。那因为做的是腰麻，下半身需要缓冲的时间，所以手术第1天必须要有人陪床照顾。那飞龙也需要再住院2天来进行观察。那你现在肯定很好奇，飞龙做完手术，他的屁股痛不痛？这个痔疮弄完之后想拉屎了怎么办？现在是大概晚上12点，后来这个麻药的劲儿感觉已经完全过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疼痛比我想象的可能要轻一点儿，关键在于它是延绵不绝的。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睡个好觉了。我只要一用力，下面就很疼。终于要拉出来了嘛，术后的第1次便便。好疼，但是没拉出来。我今天早上已经出院了，我已经整整2天没有拉过屎了。这是我的 asshole， 这是我的蟹。我每次一用力，这个蟹就提劲，然后我一不用力，就收回去了；一用力一不用力，收回去了。然后整个过程中，我这个 ass 都非常的痛苦啊。我觉得这个痛苦本身已经比手术带来的还要大很多了。今天是我做完手术的第10天，我整个人现在已经活蹦乱跳了。Bro， 回来上班了 ，Bro，这不是我的 S 奥特曼吗 ？Bro，What about you？Fuck off！ 我现在要刷臂肉了，看看还有这种好事。来，全部人让我刷，急死我了，好久没刷了。孙主任说，肛门这个位置非常不一样，神经非常密集，也很敏感，疼痛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。那飞龙看着还是挺适应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。但不管你到时候会不会很痛，一定都要做好便后清洁，以后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，因为痔疮不会歌以永志。如果你还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比如久坐、饮食不当的话，那它还是会回来找你的。所以一定要用眼健康，体检的时候不要再抗拒指检了，指检非常非常重要。
那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你能对自己的痔疮有所了解，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。同时也非常感谢浙大医院2主分院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和支持，让我们一起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医学影像。那下一期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再来点不一样。今天呢是手术完的第2天啊，我来给宝子们带来一些术后的好物推荐。这卫生巾呢也是护士推荐给我的，他说呢，如果你分泌物多的话呢，可以贴在这个内裤上。你们猜猜这是个啥？没错，这就是一个尿壶。因为呢，我做的是一个腰麻手术，在手术完之后，我的下半身可能会没有什么力气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床上解手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熏洗盆啦，熏还有洗你的屁屁的。现在我已经把熏浴盆挪在上面了，现在只需要坐上去就好了。屁屁很久没有感觉到这么温暖了，升腾的水蒸气，包裹着我的屁屁，啊，好舒服呀。